眼前这些文物都是从2700公里之外的西藏运输过来的，如今这些文物都被陈列在北京故宫的午门内。这就是2026年的新展万法归一萨迦寺，主要讲的是藏传佛教文物。这会儿展览已经快结束了，要看记得快点来，不然过了5·1就要绝版了。我们在现场发现，金庸笔下的那位金轮法王，他的现实原型并没有那么高深的武功，驱动不了十龙十象之力，但他位高权重，有着实打实的影响力。他也用自己的影响力为藏传佛教做了很多贡献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记得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。今天又是穿唐制汉服逛北京的一天，衣服是给李小孩穿的，顺便就给故宫沾沾光了。我是2026年4月过去的，在登上午门之后，照例打卡一下俯瞰视角。这次展厅的灯光比上次好太多了，起码是可以正常拍摄的。但本次的布局出了点偏差，也就是把精彩文物放得太密集了，人会严重扎堆儿。其他的区域显得空荡荡的，希望下次能拉平一下。现在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萨迦寺的历史。萨迦寺位于西藏日喀则，被重区河一分为二，其中的北寺始建于宋代，它是萨迦寺的根。在这根上生长出的萨迦派是基于血脉来确立做主的，所以待会儿看到亲戚什么的也不必惊讶，常规操作而已。开场第一件部本设色唐卡是萨迦祖师三尊像，上方的大成就者纳若巴，其手中拿的嘎巴拉碗一般用高僧的头盖骨制作而成，下方的帕廷巴兄弟则是前者理念的推进者。后面有红铜鎏金的纳若巴造像，现场展牌写的是纳波巴，其实和前面说的纳若巴是同一个人，只是音译的不同版本而已。对应时代是16世纪中叶，也就是明朝，其坐姿为家夫坐，手中也紧握着嘎巴拉碗。另外，藏传佛教的领袖都常戴骷髅冠，这也是一款高频率出现的头饰。下一件是红铜鎏金的达玛如巴像，这位是纳若巴的弟子，他同样戴着骷髅冠，表情怒目圆睁，和前面他师傅的造像一样，其璎珞与腹带几乎融为一体，上边还镶嵌着青金石，属实是奢华昂贵了。然后是萨钦贡嘎宁波的铜鎏金像，他是萨迦派创始人贡却杰布之子，因这重身份成为了萨迦五祖之首，其右手结说法印，左手结禅定印，这种组合只在藏传佛教中出现过，汉传佛教里是没有的。下面是扎巴坚赞的铜鎏金像，他是刚才那位萨钦贡嘎宁波的儿子，其衣衫纹样繁复，而且是交领左衽，右手向前施无畏印，表情庄重严肃。后一件部本设色唐卡上画的是婆罗门大黑天，唐卡年代为19世纪，对应清朝。这个大神被视为印度教湿婆的化身，也就是藏传佛教中的高级护法，萨迦派对他尤其重视。下一件保障护法唐卡也是同时代的，这位是萨迦派的主要护法，且同样戴着五骷髅冠，表情为愤怒像，且同样携带着嘎巴拉碗。后一幅唐卡上画着普巴金刚，分为单身和双神形象。眼前这幅是双神，他怀里抱着个明妃，正在双修。实际上这个配色如果不仔细看，你根本看不到明妃在哪儿。此外，两人的头上还戴着同款的骷髅冠。他旁边是16世纪初的索南伦珠像，其头戴祖师帽，身穿披肩与交领左衽的坎肩。他本是当地的王子，但出生后便皈依佛门，并在传法时做了很多贡献。然后是一件藏传佛教法盒，年代为清末民初，盒子是用来装香料的，外侧的火焰纹代表智慧之火，而那些特别抢眼的骷髅纹则代表着生死无常。后面是一根金刚诀，这是密宗的法器。棚顶的护法雕像也各自带着小骷髅冠，而金刚诀的利刃则是从摩羯鱼的口中伸出来的，有一种摩羯海兽神力加持的寓意。再往后是一件净瓶，这是佛教八宝之一。这件佛宝的外形比前几件要柔和多了，它两侧各有一条卷须金龙，龙头统一正对着中间的佛像，佛像的外轮廓是桃形，周遭则装饰着不少的卷草纹。再往后是喜金刚，这位也在抱着明妃双修，不仔细看也看不出来，因为画面中的16手臂太抢眼了，而且每一只手里都拿着一个人骨嘎巴拉碗。然后来看作家派做主世系表，第7任就是元朝的帝师八思巴，他就是金庸笔下金轮法王的人物原型。之后把萨迦派的做主一直列到了2025年，也不知今年换届了没有。现场对应的文物是八思巴使用过的灵杵，看来金轮法王是没有金轮的，他和现实中杨过的原型王坚也没什么交集，所以用不着金轮打仗，只会用到此类法器。
灵杵一般都是放在现场的灵杵匣里，这套灵杵匣便是明代文物，材质是羊皮，和灵杵明显不是同一套，但外形还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此外，现场还贴出了八思巴传唐卡，记录了他一生的往事。这里边既讲到了八思巴的生平，又有宗教上的想象，属于是时代比较近的佛教连环画作品。现场的经书是蒙哥汗时代的放光般若经，这个是原件而非复制品。小说里的蒙哥汗是在襄阳城外被杨过打死的，现实中的蒙哥汗则是在重庆钓鱼城外被守将王坚打死的。这个人兼有郭靖和杨过两人的贡献，是非常生猛的。后一件唐卡是14世纪的元文宗玉容像，其上衣为交领右刃，手持和八思巴同款的灵杵法器，人坐在床榻龙椅上，他头上戴的是五佛宝冠，这里终于不再是骷髅冠了。然后是大持金刚铜像，这个装束和我们这边的菩萨像很接近，也是头戴花冠，胸佩璎珞，其双手持灵杵握于胸前，头上身上镶嵌着很多各色宝石，显得观感极为珍贵。后面是几枚大印，第一件是大朝国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，这是忽必烈即位之后封了八思巴为国师，便赐下了一枚玉印，而眼前这枚木印便是根据那枚玉印复刻出来的，供他日常使用。下一件是青玉材质的桑杰贝帝师印，这位桑杰贝是八思巴徒弟的侄子，后期接替了帝师的位置，它上面用了龙钮。最后是元代的萨字印，这个萨字是音译，实际上是藏文中大地的意思，材料是象牙，这是从西藏博物馆借调过来的文物。下一套非常纷繁华丽的文物是明永乐年间的文物，叫做红颜魔瑞莲花曼陀罗，它上面的主尊是红颜魔瑞，怀里抱着明妃在双修，外侧则是16天女，周边则毫不留白地铺满了植物纹。然后是一件克斯坦卡，这是一件14世纪的文物，名为不动金刚，它是大日如来的愤怒化身。最抢眼的地方在于，他俩脚分别踩着湿婆和象鼻天，意味着要先将二者降服，再将其转化为护法。下一件精美的瓷器是明宣德年间的青花五彩满持焦图把碗，它的外圈是青花，具体的文字是藏文的60吉祥咒，内侧则是满持焦图，因为描绘的是吃糖场景，所以一般叫满持焦，属于是明代的常见纹路。后一张唐卡是明永乐大帝朱棣册封的3大法王之一贡嘎扎西，而后面明永乐年间的圣旨则是朱棣加封辅教王的圣旨。其实单单永乐年间，朱棣就在西藏封了3大法王、5大地方王，说明这时候西藏已经不是萨迦派一家说了算了，他们协助统一的贡献也仅限于蒙元一朝，之后基本上就推倒重来了。现在我们去那个拥挤的柜子看那些对比的展品，半拉展厅的人差不多都挤在这儿了。先看明永乐年间的白釉僧帽壶，这是故宫博物院自己的藏品，由景德镇烧制，而萨迦寺所收藏的白釉把碗同样是由景德镇烧制，釉色与前一件高度近似，把碗指的就是这种高足碗。而附近那件红色的漆器则是刚才那件僧帽壶的盒子，然后是一组造像，其中有明永乐年间的铜鎏金吉祥天母，四臂中持有各种法器，其坐骑为一头天罗，四足踏在尸山血海之中。与之对比的是萨迦寺收藏的明代宝藏护法像，这是大黑天的愤怒化身之一，虽是愤怒像，但看着不凶不恶，反而有点忠厚。然后是故宫的元代铜鎏金文殊菩萨，其头戴5叶宝冠，双手结说法印，根据资料记载，其年代信息刻在底座上，这使它成为了有可靠记录的最早的藏传金铜造像。再看故宫的元代释迦牟尼佛像，这是内地铸造的铜佛像，画风非常宁静安详，它是有明确纪年的，但在后边看不到。站在 C 位的是萨迦寺收藏的铜鎏金度母像，这是一尊来自尼泊尔的造像。所谓度母，就是救度众生的佛母，它能帮助众生度过现实中的苦难和恐惧，所以常被视为观音的化身。然后我们来看另一侧的展品，首先看到明永乐年间的佛塔，这也是从中原送到萨迦寺的东西，造型则是典型的藏式覆钵形佛塔。我们在之前的旅途中已经见过大量这样的佛塔了。它附近是元代的8象成道石牌，这是故宫博物院的藏品，以叶蜡石雕刻而成，周边围绕的8个小格子描绘的是释迦牟尼历经8大圣迹后最终得道成佛。对比件有明永乐年间的释迦牟尼佛像，虽然这是萨迦寺的藏品，但它这个造型和中原这边是完全一样的，一般认为是从中原做好送过去的。它旁边那件红色的观音也是萨迦寺的藏品，
这是一座17世纪的四壁观音像，因为是木台上涂的红漆，所以是红色的。此外还镶嵌了很多各色的宝石。下面是一把明永乐年间的铁剑，也是萨迦寺的藏品。这种剑一般不用来砍人，它的作用是摧毁魔障，斩断烦恼，这就是法剑了。然后是一件明永乐年间的火供勺，它是干什么用的呢？如果需要把酥油之类的贡品投到火里边，就用这个勺子来投放，这是火供仪式工具中的一部分。下一件是明宣德年间的青花蓝札体梵文初级法轮盖罐，这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景德镇瓷器。青花什么意思大家都懂，蓝札体指的是梵文的一种字体，梵文是古印度的梵语，大家也都知道。初级指的是它外边支棱出来的8个片，这是一种装饰，而圆形的冠体和这8个片结合到一起，便是佛教法宝中法轮的形象，所以叫法轮盖罐。这屋的最后一件文物是刺绣唐卡黄财宝天王，也就是我们说的多闻天王。至此我们就逛完了这个展厅。看到这儿我以为完事儿了，没想到前面还有一个展厅，而且屋子还蛮大的，里边有好几大排的文物。展厅主题是萨迦寺的文化与艺术以及萨迦寺的珍藏，干脆融合到一起，挑印象深刻的看吧。先看现场的15世纪释迦牟尼佛唐卡，最上方是释迦牟尼，其左手持禅定印，右手持触地印，两侧势力弟子为舍利子和目犍连，下方右侧坐着黄真巴拉，也就是刚才那位多闻天王的财神化身，左侧则是男女施主们。然后是16罗汉唐卡，当然图中的9个人只有8个是罗汉。右下角那个有头发的人是达摩多罗，是未出家的居士，所以造型不同。而另一幅图中也是9个人里有8个罗汉，左下角那个颜色不同的人是布袋和尚，这位比罗汉名气还大，不用多说了吧。后一幅唐卡描绘的是密集文殊曼陀罗，画面中的文殊金刚以及他怀里双修的明妃皮肤都是红色的，而画面的外边缘则还有佛、高僧和护法的形象。然后我们能看到一个红色大册子，这册子里边装的是萨迦寺收藏的经书，具体为般若八千颂第8函，这个8是一个藏文字母，在这里充当编号。它的经版非常厚重，需要2人合力才能把它翻开。后面是一对明永乐年间的挠钵，这是用铜制作的打击乐器，也在佛传故事中经常出现。黄梅就以它作为法器困住过孙悟空，还在黑神话悟空里困住过猪八戒。他旁边那件衍生的家伙事儿其实是他的匣子，其材料为铁万金工艺，这和商周西汉时期的错金工艺是很近似的，就是铁上留凹槽，把金丝砸进去形成图案，最终打磨成型即可。下面是故宫收藏的清代白度母，这是一个坐姿的度母像，上个屋看的那个是站姿，这位度母身上镶了很多宝石，此外头上有3目，手心脚心也各有1目，加在一起共是7目。然后看萨迦寺风格的3尊菩萨像，中间位置的是6字观音，也就是我们前边提到的四臂观音，两侧则分别是6字大明母以及持宝菩萨，三者造型近似，而且全都是四臂的造型。此外三者的配色也都是高度近似的。然后是一尊狮吼观音，这个姿势叫做轮王坐，一般以这种姿势骑这个狮子的观音通常都会被称为狮吼观音。下面是一件12世纪的黄铜弥勒菩萨像，此时他还是菩萨的状态，尚未成佛，但成佛后就是未来佛，未来拜。其眉间有白毫像，坐姿为游戏坐，显得非常自在而且潇洒。下面我们来看不空成就佛，这是密宗的5方佛之一，在我们日常的旅途中，这位佛是非常少见的，仅在大同华严寺见过1次，因为它是密宗和华严宗的融合体，那么第2次就是故宫这次了。眼前这是一件红铜鎏金镶宝石的佛像，虽然小，但是非常的华贵。然后是一尊非常典型的藏式神灵造像，这是14世纪的愤怒金刚手造像，工艺是黄铜错红铜，看颜色就能看出来，其怒目圆睁，正好对应金刚怒目的形象。其右手中指和无名指弯曲，与大拇指相抵，食指和小指分立，这个手势叫七刻印。总体的装束是菩萨装束，但体态饱满有力，比柔和的菩萨自是大有不同。至此我们就看完了这个展览。这一轮下来有没有感觉藏传佛教看起来特别生猛，动不动就是骷髅和尸山血海？虽然都是用金铜造像做出来的象征物品，但所有的象征都是有现实原型的。早期的藏传佛教就是给血腥嗜杀的本教套了一层佛教的外皮而已，什么骷髅尸体那都直接上真的。后来有些人发现，如果乱搞过头了，那这一宗就会人丁凋零，人没了自然就消亡了。
所以其他的派系中就会出现一些有见识的大喇嘛，像是宗喀巴大师就在教宗内铁腕整治，去掉了很多不好的风气。之后在新中国时期颁布了法律之后，那些血腥的习俗便不再会出现了。而我们在看展的旅途中，便能通过过往的极光片语，看到那段历史的变迁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和徐工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